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看了牌组构筑前的建议和卡牌分析这两支影片，你是不是也对宝可梦卡牌游戏有更深入的了解呢？还没看的新朋友欢迎点击右上角连接栏观看。那今天要来分享的是一些宝可梦卡牌游戏说明上一直让很多人搞混的名词解释，比方说规则宝可梦和特性宝可梦这两个名词经常让新手搞混，让我来简单叙述一下这两者到底是什么东西。首先，玩宝可梦卡牌游戏经常会看到有的卡牌会写拥有规则的宝可梦这行字，那到底拥有规则的宝可梦是哪些？它和特性宝可梦又有什么不一样呢？这两者其实完全是不一样的。所谓的规则宝可梦就是指卡片上有写着规则字眼的宝可梦。为什么会被称为规则宝可梦呢？是因为玩家在使用这些宝可梦的时候需要遵守该宝可梦卡制定的规则。例如说 V 规则，宝可梦 V 气绝时对手可以获得2张奖励卡。V Max 规则跟 V Union 规则，宝可梦 V Max 和 V Union 气绝时对手可以获得3张奖励卡。V Star 规则，宝可梦 V Star 气绝时对手可以获得2张奖励卡。还有最新的光辉宝可梦也是规则宝可梦的一种，光辉宝可梦规则一副牌只能放1张光辉宝可梦卡。而目前 D-ONS 牌组涵盖的规则宝可梦大概就是以上的5种规则，其他无规则的卡就会被称为非规则宝可梦。气绝时对手只获得1张奖励卡，而也因为有这种决定奖励卡多寡的规则使得在牌组构筑上延伸出来了2种可能性。第一种是以规则宝可梦组成的主力打手牌，第二种则是以非规则宝可梦组成的小人牌。而之前介绍过的特性其实指的是这种在卡片上有写着特性字眼的卡，在规则或非规则的宝可梦卡都可以看到。而最新的 V Star 系统有一部分其实也是特性，就比如说阿尔宙斯的 V Star 力量，它就是一种特性，在卡片上会写着特性。而喷火龙的 V Star 力量则是招式。那 V Star 力量的特性和一般的特性不一样的是， V Star 力量全场游戏只能发动1次。那上一支影片有简单介绍过特性是什么，那我就说特性其实是宝可梦的一些特别技能有些宝可梦会有，有些宝可梦会没有。那特性同时也可能会出现在规则宝可梦或非规则宝可梦的卡牌。经常让玩家搞混的原因呢，大概是因为有一些训练家卡，它会同时注明特性和规则宝可梦。比方说这张通顶雪道，它写说拥有规则的宝可梦的特性全部消除，一些新手看到就马上被搞糊涂。但其实呢，读多几遍就能够抓到其中的意思拥有规则的宝可梦，在讲的其实就是宝可梦 V 或 V 进化或光辉宝可梦。而消除特性，也就是说有特性的宝可梦不能使用特性。那通顶雪道的意思就是说有特性的规则宝可梦不能发动特性这样的意思。所以这张卡呢是不影响非规则宝可梦发动特性的。而有一些卡呢，它就会写说有规则的宝可梦除外，那这意思就是要把有规则的宝可梦剔除在选项这样的意思。所以其实规则宝可梦和特性是没有太大关系，只是有人会误以为说有特性的宝可梦就是有规则的宝可梦，这是错误的。再来简单讲一下关于宝可梦 V 的迷思。你以为卡牌说的宝可梦 V 它就只是代表宝可梦 V 吗？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以冒险家的发现这张卡为例子从自己牌库选择最多3张宝可梦 V 卡，那其实它代表的呢不只是宝可梦 V 它涵盖了宝可梦 V、宝可梦 V 进化。那再来我们以阿尔宙斯为例子3重蓄能，它可以以任意的方式填能给宝可梦 V， 那代表说它这个招式可以把能量填给宝可梦 V 跟宝可梦 V 进化，但是它是不能填给普通的宝可梦的一般的非规则宝可梦不行，必须填给名字后面有 V 的宝可梦。再来抓基础宝可梦，那基础宝可梦其实除了这种小卡之外，宝可梦 V 也是属于基础宝可梦的一种。所以只要卡片写说可以抓基础宝可梦，那其实非规则的基础宝可梦跟宝可梦 V 都是可以抓的，除非像这一张说明抓基础宝可梦而规则宝可梦除外，那就不能够抓宝可梦 V， 因为宝可梦 V 是规则宝可梦。再来比如说这张大奶罐的特性宝可梦不会受到对手的宝可梦 V 的招式的伤害，这代表说大奶罐是不会受到宝可梦 V
跟宝可梦 V 进化的招式伤害哦。而如果卡牌写明了是 VMAX， 那代表说它只能够抓 VMAX， 是这样的意思。例如洛兹的技能跟无极泰纳 V 的招式，它就只能够对 VMAX 有效果，以及我们的大狼犬也是只能够对 VMAX 有效果。好，那我这边先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哦。当说明提到宝可梦，代表是说全部的宝可梦卡都可以。而提及宝可梦 V， 那对应的是宝可梦 V 以及宝可梦的 V 进化。基础宝可梦包含了非规则的基础宝可梦以及宝可梦 V， 在卡牌的左上角会写着基础2个字哦，那就是基础宝可梦。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内容，喜欢我的影片欢迎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这样才能第一时间收到我上新影片的资讯。我们下期见。